没有包子。不是有吗？冒着烟呢。我们道具，来个油条行吗？那好吧。 甜的咸的？咸的吧。油条等我给你拿过来。喝呀喝呀喝呀！是，吃羊毛。说。老板，这么好吃怎么做的？向轩你，我教你啊。 哇，小吃的系列都已经做了有1年多的时间，居然没有给大家做过中国人最经典的早餐豆浆油条。我说豆浆油条是最经典，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吧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想做一个杠子油条，有1年多了吧，还是没学会，所以先做一个这个油条给大家暖一下场。500克的面粉开窝，4克小苏打，4克无铝泡打粉，2克的酵母。你第一次看酵母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它像小虫子？5克盐，5克糖，15克油，1个冰的鸡蛋。 270克的水，先少加一点，混合均匀。水少量多次的加啊。这是一个偏软的面团，甚至有一点点粘手。上面抹上一点油，封闭醒面10分钟。时间到之后再揉一遍，这样交叠着踹它。等到你觉得这个面揉起来又有点费劲的时候，就再抹一点油，让它松弛10分钟。再揉一遍，再抹一点油，醒面20分钟到30分钟。趁着醒面的时间，我们去准备一下豆浆。提前浸泡好的豆子再清洗一遍。每1斤的干黄豆，注意是干黄豆，要配8到10斤的水。装豆子，再装水。你们去外面吃早餐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他们的豆浆好像更浓、更稠一点？其实是因为他们往里面放了大米，或者是糯米、花生、核桃，脂肪含量比较高的，或者是碳水含量比较高的东西，增稠增香。剩下的这些豆子也是一样啊。豆浆先粗滤一遍，滤出来的豆渣再加剩下的水，再打一遍，接着再细滤一遍，轻轻的摇晃，把这个豆浆都滤过来，这样就能让它滤得更干净。不要浪费啊，把这个都挤出来。过滤完之后，里面就是这样的豆渣，这个很多地方会用来做豆渣饼吃。这一次我们没有准备消泡剂，捞一下就行了。准备好这些，我们就可以出摊了。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放油不是咚咚咚咚咚的慢吗？扎一个孔，贼拉快，立马就不会咚咚咚了。油的量要比我们平时炒菜稍微多一点，应该每个家庭都有的啊。面团发酵好之后，就这样抻它，把它抻长，把它擀开。筷子上沾点水，在这上面画一下，这一步叫做画水线。它的作用就是让2根油条不会分开。我把这个油条叠起来，然后再用筷子压紧它。我们在路边摊看到炸油条，一般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锅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油炸锅来代替吧。这种应该每个家庭都有的啊。油温170度、180度就可以下锅了。用手指托住这个下面，慢慢的往2头抻长，要抻得比较均匀才行。好，下锅，浮起来了。浮起来之后，你就要不停的这样拨动它，让它每一面都炸到，它才会蓬松蓬大。这个油条是不是有点牛皮？这里有个小技巧，现在有194度，油温太高了，你一下去它会立马浮起，就会导致它炸不大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不要说关火，等它降温来不及了，你就赶快补一点凉油进去，让它快速的降温。这个是唯一的办法，你别加水。不会有人加水吧？不要。开始烧豆浆，烧豆浆需要不停的搅拌它，要不然这个豆浆会粘在锅底糊掉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学过华罗庚的统筹法，开早餐店就非常需要这个数学知识。我只不过是熬了一个豆浆，做了一个油条，就感觉手忙脚乱，忙不过来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去的地方还有拌面、烧饼，还有粥、豆浆、油条，还各种各样馅料的包子、蒸饺、煎饺、煎蛋，就感觉真的忙不过来，太夸张了。真的佩服这些人，太牛逼了。豆浆烧开之后就可以转成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炒一下温就行了。碗里放上一点糖，冲上1勺豆浆，再搭上1根油条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常见的早餐：豆浆、油条。里面是这样中空的结构，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站着吃，但是有的人很爱。哇，
这个豆浆里面加了米，所以会变得比较的浓稠一点。我小时候一定要把它撕开这样吃。我在北京和杭州漂泊了大概有10几年了。我们一般就是路边随便买个包子啊，买个油条就去上班了，很少有时间停下来说，哎，坐在这里慢慢的吃这样一碗早餐。甜豆浆还是挺好吃的。来给大家演示一个咸豆浆的吃法，撕一点油条丢进去，这个是我之前在苏州看到的。葱花一点点，榨菜、虾皮、香菜、酱油，豆浆冲进去。还可以，好香啊！有一种吃没有凝固的豆腐脑的感觉，就是哪天你豆腐脑做失败了，你就说，哎，我这是咸豆浆。我觉得这个油条可以让客户自己泡进去，这个豆浆一冲就变成了咖啡色。他们那种豆浆一冲都是有絮状的沉淀出来，蛋白质变性的感觉，我还没有冲出来。哇，辣的好吃很多哦。拍之前我觉得这个超简单的，拍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有点难度，主要是步骤很繁琐，工作量特别大，然后需要准备的时间又很长，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。第一是豆浆可以稍微再煮的时间长一点，这样可以把豆子本来的那种豆腥味去掉一点。那第二是，如果你们没有加酵母，直接把我刚才做好的面团放到冰箱冷藏1夜，第2天回温炸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放了酵母，发酵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一旦发过了，就会导致它膨胀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蓬松。还有一点就是面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用保鲜膜覆盖住。像这根油条，背面是放在底下的，它比较湿就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看它表面结了这个干壳，当你一拉开的时候，这些硬的壳会让这个油条蓬松不起来，所以一定要用保鲜膜覆盖住。其他的暂时没有什么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